Maxim， 走看看松鼠去。你看你也逮不着松鼠，咱们得看看它又把咱们的梨还有水果吃了多少了。走，你又去尿尿了。走走走，这边。你去闻闻孙鼠来不来过。这边的梨好像又有掉在地上的了，估计又是松鼠干的。这棵树上的梨已经明显少了好多了，像这种分支只剩下一个了。有的分支上边原本是长满梨的，像这个现在一个都没有了。看地上，这是新鲜的痕迹，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。这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，也是一样，吃一半留一半的。这地上还有前几天的，像这种，这边应该还有，这种吃的差不多了，这也是吃的差不多的。看这个是从中间给掏空的，头和尾都留下了。我觉得应该就是松鼠干的，如果是浣熊的话，不会吃出这个样子的，一整个就给啃光了。昨天我其实还给这棵树喷了苦楝油，主要是防虫和防菌的，但是没想到刚喷完，松鼠还是会吃，看来它是不嫌弃苦楝油那个苦味的。可是现在的梨呢，也没有那么好吃啊，还没有完全熟，再过1个月有可能差不多。不过我之前也是蔬果的时候摘了一些小的梨，发现还是有一些甜味的。我估计松鼠可能也是觉得有点好吃了，而且它们是掏中间的那部分嘛，把果皮咬开，掏这个中间最圆的地方掏一圈儿。从它们角度可能也算是好吃了吧。再看看这边，这核吃的是真干净啊，旁边还掉了一块果肉，这个应该也是刚吃不久。看现在的样子，大概就是每天会吃我3、4个吧，从来没看见过它的踪迹。不知道是晚上来呀，还是说白天什么时候来。反正我带 Maxim 过来呢，也是从来没发现过它的痕迹的。我这边是有4棵亚洲梨树的，这一棵梨树感觉上边损失的不是很多，下边也没有掉落的果子。看样子它就是逮着一棵树一直吃，每天吃个3、4个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这棵树上虽然果子特别多，但是也经不起这样吃啊。估计1个月之后可能就没了。哎呦，看这是树上，这是被啃过的样子。这应该不是很新鲜的，昨天啃的。我确定了，这肯定是100%松鼠干的，否则的话，像这种果子不可能在树上啃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还没掉下来。其实它没掉下一个根本是，当时我这儿有一个这个绳子，刚好把这个果柄给吊住了，否则的话，它这样啃，加上它的身体，肯定把这个果子拽下去了。之前我每次过来还要给这梨树输果，因为毕竟长的果子实在是太多了嘛。现在也不用输了，让松鼠都快给我输的差不多了。关键是，你可以捡这密的地方给我摘呀，不要把一个枝头上面所有的果子都给我摘光。而且像这个分支上边，看就留了一个最差的果子，把好的都给吃了。这个分支上所有的果子都给吃了，然后这地方我记得之前也不只是这2、3个果子的，也给吃了。总之就是感觉明显这果子疏松了好多。现在就是这个枝头好像果子还是不少。哦，看呀，这肯定也是被它咬的。这因为离地面比较近嘛，肯定就是在地上就给啃着吃了。我估计其他几个也撑不了多久了。这边还有，这3个哦，这个嘛，
这个也是它给啃的。这是连吃带祸害呀！这一棵上边、下边枝上面都没有果了，也是离地面太近，可能站着就给吃光了。怎么办呢？我拿松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养 Maxim 是把浣熊给轰走了，兔子也是无处藏身，但是松鼠是真的是一点不怕它呀。而且随着浣熊的减少，可以对松鼠产生威慑的动物也少了。真是矛盾。你说，要是浣熊多起来，松鼠就没有；可是浣熊多起来，破坏力更强啊！这些果子也许一夜之间就给吃的七七八八，差不多没了。还不如松鼠这种细水长流，每天吃3、4个。可是你防不住它，也真是一点辙没有啊！这种小果树暂时还是安全的，至少现在还没发现这小梨树上的梨子明显减少。对这小梨树来说，这几个梨还是有点多的，但是我也不疏果了。因为这树上的果子都膨大的挺好的，有缺陷的不是特别的多，而且万一松鼠来多些果子呢，还能让我这些好的果子能多保留一阵子。昨天喷的苦楝油喷的还是不少的，现在还能闻到皮上那种苦楝油的味道呢，而且仔细看油光锃亮的。看来这东西对松鼠是一点威慑力没有，只能是防虫子。虫子肯定是不喜欢这苦味不吃的，松鼠满不在乎的。我最早的这棵黄桃树上边桃子摘的也差不多了，之前也是受松鼠的危害被偷了不少。这边有一个，看看我给豆豆麦麦留的一个特别好的大桃子，想让它在树上长得尽可能的成熟一些。这一棵还在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不知道松鼠是没发现的，还是觉得太大了。估计最近这几天就是对那梨子感兴趣了，所以放过我这颗大桃子了。这个有点高，我没拿梯子，哎呦，一只手有点困难呀。一点一点把手移过去，哎又没够着。这次终于拿到这桃子了，看已经有点软了，把它摘下来回去给它们吃。这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桃子了，但上面也有黑点儿，这儿有一个小虫眼儿，估计里面还是有虫子。这棵桃树就是因为当时是离开1个多月，结果没有保护，在这1个多月没有保护，就让虫子钻了空子了。最关键的1个月呀，5月中旬到6月中旬。这边还有一些这种小的，我也摘下去吧。这估计里边也是虫眼儿。那儿还有一个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好。哎呦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就这么一个大的好一点的桃子了。回去看看里边怎么样。看这地上还有掉下来的桃子，这种本身长得也不特别好。那边还有掉在地上已经烂了的。这棵黄桃树呢，今年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收获了可能也就是20多个桃子吧。主要是早春的时候倒春寒冻死了太多了，后来做下的呢，反正虫害呀、天灾呀，再加上松鼠吃，最后给我们剩下的也就是20个的样子。今年是几乎所有的果树都受倒春寒的影响，果实都是大大减产。本来对这亚洲梨是抱着特别大的希望的，结果现在也没办法了。后边被松鼠每天3、4个，每天3、4个的，哎呀，很快就没了。还能不能丰收啊？争取也能给我们剩个20来个吧。另外这一棵呢，本身上面就比刚才那棵上边梨子要少一些，如果被松鼠盯上了的话，估计也是很快就没了。这油桃树仅剩的这一颗油桃，好像也熟了，但我手现在已经拿不下了，
回头给它摘下来。这油桃树上面也是，这桃子裂口了，都是因为前边雨水太大。所以种果树也不能盼着总是风调雨顺呀，雨顺不代表雨多。这雨要是太多了，连续半个月的这种大暴雨，或者是连续1个月都是3天2头下雨，那这果子呢很快就裂了。我那边的西瓜也是裂了好多，都是因为雨水大。这边的桃子，这是水蜜桃，成熟要比黄桃晚，但是这水蜜桃几乎是一个都没有好的长相了，全都裂口了。这桃子红了，应该是也差不多了，再让它长几天。本来这水蜜桃如果让它在树上长软了的话，那味道是特别好吃的，但是看起来可能性不大了。因为一旦它开始出了香味儿，松鼠肯定就来就把它吃了。那年上面结了好多果子的时候，也是被松鼠偷了不少，但是我们剩下的还是有好多。我记得那棵大树那年好像结了有，最后我们剩下应该是有50、60个桃子吧。看这上边现在还有一个长相特别好的这种大桃子。这边是红了，红的是特别漂亮，那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的发青，所以应该让它在树上再继续长到7月底，肯定是效果最好的。就是担心怕留不到那个时候，先不着急。如果第一次出现松鼠偷桃的痕迹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们都摘下来收获了，不给松鼠留着了。看看这边的这个蟠桃，也都红了，差不多了。而水蜜桃7月中下旬成熟，蟠桃呢也是差不多的时间。转到另一边看看，看都红了。这棵桃，看这树势长得。明年应该会结果很多了吧？其实本来今年应该就会很多，还是倒春寒的缘故，把那小桃子呀还有花儿都给冻死了。连续的2次倒春寒，但这种见不到多少阳光的就没那么红。所以这桃呢还是得见阳光，但是又不能被阳光直射，会晒坏的。那边还有2个。也就是这么多，今年是能稍微的尝尝桃的味道吧。产量是没有了。那水蜜桃呢，因为雨水大裂口，实在是可惜了。本来剩的这几个，个个长得都不错的，现在都裂成这个样子了。好在还能吃。像这种呢，我肯定不能让它在树上长软了，因为一旦长软，它这种裂口的地方肯定就烂了。这差不多我就可以给它摘了，今天或者是明天吧。主要是现在一手拿着拍照的，一手拿着这3个桃子，已经没有地方了。这棵大一点的水蜜桃树有几个分支向外延展的还是挺厉害的，尤其是这里已经跟另外一棵的桃树这儿开始打架了。所以今年冬剪的时候，我得给它做一次回缩了。而且这个地方吧，看离下边人走就得弯着腰从下边钻过去。割草机过来的时候也是，我得拿手把它拨开，所以不是很方便。如果挂桃的话，就没法割草了。所以我打算给它回到前边这个地方，留一个斜着向上生长的，这样的话就不影响生长了。因为这个地方，你看。这棵桃子现在最高的这个枝，这种高的枝，我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。看，就是这么高嘛。主体呢，其实比我还矮，所以这棵桃树留的是挺矮的，可以考虑让它往回缩一缩，然后斜着往上长了。苹果树呢，真的是不建议种了，病害太严重了。虫害其实也是挺严重，但是。通常虫害在我这地区还是好控制一些，主要是真菌感染太难了，你靠有机不行。前期其实我还是喷了化学的，就是在
刚刚结小果子的时候，但是看起来也不行。后边没有再靠化学的药来维持，只是用有机的苦楝油，然后昨天又喷了铜皂，就是有机的铜剂，这些效果都比较弱。还有一种生物的杀菌剂，也是效果不行啊。也有可能是我喷的周期还是有点长了，间隔长了。像那种很有可能1周吧，通常都是说1到2周喷一次，交替使用。我这时间应该是已经是超过了2周的时间了。主要是当时离开那1个多月，就已经有一个不好的底子了。这颗矮生的富士苹果，上面还是有几个果子的。感觉这富士至少这几个果子长得还可以，有可能是它比较矮，蜘蛛也比较小，可能是处理的时候、保护的时候比较周到。但看这些叶子也是真菌感染挺严重的了。这柿子树呀，春天发芽太晚了，几乎我感觉都是夏天了，这芽才抽出来。现在终于开始往大了长了。看这种是新抽出来的枝条，这种也挺明显的，上面也往高了长了。这剩的几个小柿子，至少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希望的，也就是3、4个吧。又是长了一树的果，结果就剩下3、4个。不过后边呢，像这种今年新抽出来的枝条，看这是从这儿发出芽，然后新长出来的，是带着花儿出来的。看这还有小柿子的花儿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好几个，都是类似的。这种等等看吧，如果后边不掉的话，那还能多一点柿子。按往年的经验，它如果长出来比较晚，应该还是留下几率还是大一些的，至少能留下一些吧。这棵去年新种的富裕柿子树，枝条也开始抽出来了，只希望它能快点长，快点木质化，否则的话明年又得重新抽枝，永远长不大了。本来柿子树长得就很慢的，我其实还是挺喜欢柿子树的。这柿子树呢，除了偶尔会生一些蚜虫、介壳虫那类的，其他的虫害很少看见。而且像喷一些苦楝油啊，很容易就能给保护住。至少它不像李子树呀、梨树啊、苹果树那样受真菌感染那么严重。李子树真是既受虫害又受真菌，感觉抗这些能力都比较弱。桃树相对来说就好一些。看我这棵今年春天才种的，当时还是特别小的芽，这是大久保桃子，现在也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应该是有机会这主枝能木质化，所以明年就能长起来了。到时候入秋的时候再给它施点肥。这棵沙金红杏枝条也都抽出来了，下边是我给它做了掐尖的处理，因为还是想让它多一些叶子，能滋养它根系的生长。然后上边是留了这么一个长势比较好的主干，让它一直往上长。希望今年它能够木质化，能长高一些，然后明年就可以长得再高了。我其实会时不时的给它们往旁边的土里面放一点点的尿素，因为这树小嘛，所以也不能放太多。我发现这尿素对这种小树苗促生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。刚才那个桃树也是，你给过它之后，能发现明显的就是枝条多了，抽的也快了。所以定期的，比如说种下去超过半年之后吧，可以定期的每个月呀，或者是每2、3周啊，稍微给它放一点点尿素，要离根系远一点，然后量一定要少，否则的话这种小苗会烧到的。我这边小果园的门就不关了，这样的话 Maxim 给它放出来的时候，白天至少能来这边巡视巡视，转悠转悠。如果松鼠白天想来的话，那它如果看到 Maxim 在的话，那肯定是会被吓跑的。狗在的时候，它们其实还是挺胆小的，也是怕万一不小心掉在地上被狗给咬到，那就是命没了呀，还是挺谨慎的。
黄瓜这边这一早上，这种马蜂可真忙啊，都在这儿吃花粉呢。看这小黄瓜，后边的大黄瓜也长起来了。现在每天过来都能摘一些黄瓜回去。这樱桃番茄也已经大规模都成熟了，现在是忙的都摘不过来了，每天都得过来摘一些，否则的话就会有一部分烂掉。之前说这一片钉上 T-pose 的，然后把这些樱桃番茄给架起来，到现在还没抽出时间弄，后边不知道还顾不顾得上了。再来看看无花果吧，这无花果最近的长势是挺不错的，看每一个上面都已经开始有无花果膨大了。这我想施的肥，现在还没施呢，主要是家里没了，想去买。得周末的时候争取能记得这个事儿吧，把肥买回来施一下。那果子呢，可能再过1周就会又膨大一大圈，很明显。这上边的果子挺多的，这边好几个分支，每个上面都有这种鼓的比较大的果子了。现在就差我这施的肥了，施完肥再浇个水。这棵也是，也挺多的。最晚熟的蓝莓品种，上面稀稀零零的还会有一些，不过大部分都被鸟给啄了。这四季豆也都可以摘了。其实就这边的这几颗的四季豆就够我们吃了。大菜园里边种的那一大排四季豆，感觉我们都摘不过来。有时间的话，还是把它们摘下来，然后过一下水，最后晾凉了之后放冰箱里冷冻起来。刚才发现这一片的甜瓜也开始大面积的结瓜了，像这个里边。甜瓜就是不容易看到，把叶子稍微扒开一些，下边就不少。再往前走，看那儿还有一个，然后这个地方，这儿还有，那儿还有好几个。看这儿，然后这儿，没仔细看，但是膨大起来不错的就已经有7、8个了。下边如果是扒开叶子再找，肯定还有。像那些没有特别大的，稍微鼓起了一些的，肯定是好多。辣椒是真的吃不过来了，就这么几颗，感觉一直在摘，但是因为它还是有些辣味的，我们现在吃辣能力又不行了，所以总感觉怎么吃也吃不完。明年还是种那个完全不辣的吧。辣的呢，就种那么1、2颗，感觉就行了。这边西葫芦，我这颗结果的主力还是被虫子给我蛀死了，幸好这颗还能保留下来。上边有几个长得不错的小西葫芦，应该大概2天就可以摘了。西葫芦在这个地区呢，还是挺难种的，主要是那种 sting bug， 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，对它们的侵蚀还是挺严重的，动不动就整颗就死了。看上面又被下了好多的虫卵。你像我们喷多杀菌素呀，或者是喷苦楝油啊，其实都是有作用的，但是对它们作用非常有限，得喷得特别的勤才行。Maxim， 干嘛去了？过来。这现在一大早才7点多了，这狗已经不喜欢从那阴凉处过来了。其实今天没那么热，但是它还是怕晒太阳。这边是一大片我砍下来的野桑树，这桑树真是特别好的柴火呀，1年就长这么多分支。尤其是这野桑树，最后长的果子都被鸟给吃了，自己其实根本吃不上。每年留着它就是生柴火了，可是我留着它也没用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没用。当时是想着把一些分支修一修，给西红柿搭架子的。看看这个周末吧，如果能抽出时间做这个事儿，就把它弄了；如果抽不出时间，可能也就算了。现在新一轮的割草又到了，每次割草呢，开割草机就3个多小时。
然后手持割草呢，又是半天儿，可能得3、4个小时吧。还包括菜园里边那些菜旁边的除草，要花额外的时间。豆豆，你给 Maxim 喂食了吗？今天是哥哥是吧？哥哥给喂了吗？喂了呀。Maxim， 快过来，你吃饭了吗 ？Maxim。叫你过来，你往那边跑干嘛呀？也不是叫你回家。你看大桃子，大桃子，那狗虽然掉落地上有一些桃子和梨，但我发现狗是根本不理的。它们本来也不能吃这些东西，所以它们可能也自己是知道的。慢慢 ，Maxim 已经吃完饭了是吧？哦 ，Maxim 你给它盛饭了，但是 Maxim 还没吃是吧？走 ，Maxim 回来吃饭吧。Yes。Maxim 昨天我们给它洗了澡，现在身上的毛干净多了，之前都有点发臭了。夏天呢，你说也不能经常给它洗澡，但是夏天的话，尤其是带它跑步啊，或者它在院子里边跑啊、出汗。身上还是很容易脏、发臭的。Maxim 永远都是吃饭吃得特别特别香。啊 ，Good boy。